全世界最昂贵的10棵树，一棵树的价值竟能超过一栋摩天大楼。神话里的黄金树竟然真的存在，有的树木因极端的稀有性被人们视为珍宝，有些树木因独特的文化价值成为了亿万人心目中的圣物。全世界最珍贵的茶树能产出比黄金还贵近100倍的茶叶，而全世界最大的巨树，一棵树就能建造上百间民居。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为您介绍10棵极为珍贵的树木。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点赞以及留言，感谢您的支持。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0种，增城挂绿母树，一棵荔枝价值55.5万元人民币。这棵荔枝正是来自著名的增城挂绿母树。增城挂绿母树是一棵有着400年树龄的荔枝树，它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是当地挂绿荔枝的唯一母株。据说挂绿母树所产的荔枝果肉晶莹如玉，吃起来爽脆无渣，甜美中还带有微微的香气。由于最早的挂绿荔枝是一种自然的基因突变，它的繁殖非常困难，母树繁殖的后代常常会出现品质退化，因此挂绿母树显得极为珍贵。资料显示，2002年增城挂绿母树所产的10颗荔枝拍出了131.5万元人民币，而其中一颗名为挂绿荔枝王的单颗荔枝的成交价竟高达55.5万元人民币。据说这一价格还刷新了当年吉尼斯纪录中最贵水果的世界纪录。许多人对于一颗荔枝的价格能换一套房子而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种荔枝早在清代时就已经是天价水果了。当时挂绿荔枝是进贡给皇宫里的贡品，那时候民间就有一颗挂绿胜千金的说法。根据当地县志记载，由于嘉庆年间官吏以贡品为名对果农层层盘剥勒索，百姓们不堪其扰，于是一夜之间砍光了所有的挂绿荔枝树，只有当地西园寺内的一棵挂绿老树保存了下来。这棵树就是现在的增城挂绿母树。如今增城挂绿母树受到严格保护，它生长在直径约10米的孤岛禁区内，有3米宽的护城河将它隔绝起来，还有专职的护树员每天24小时在树旁的值班室内守护。它的树干、树冠与根部都安装了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每天实时监测它的温度、湿度以及光照和土壤状况，而且植物专家还会定期对它进行会诊。第9种，摩诃菩提树，在印度有一棵金钱都无法衡量的树木，它被无数人视作毕生膜拜的圣物，就连它的每片叶子都被人们视为珍宝争相收藏。这棵树就是著名的摩诃菩提树。摩诃菩提树是一棵堪称国宝级的圣树，它生长在印度比哈尔邦菩提迦耶的摩诃菩提寺内，就连这座寺庙也是因树而建。相传在2500多年前，来自释迦族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来到菩提迦耶，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冥想。经过7期49天的修行之后，迎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他终于悟出了脱离苦海的答案，获得了大彻大悟，从此创立了我们熟知的佛教。乔达摩悉达多被后人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为释迦族的圣人，而那棵原本普通的菩提树则成了佛教信徒们心目中的圣树。菩提一词来自于梵文，它的意思是觉悟或智慧。不过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之中，当初为释迦牟尼遮风挡雨的那棵菩提树，在经历过多次劫难之后只剩下了残根，但是它的枝条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被阿育王的女儿僧伽密多移植到了斯里兰卡。位于斯里兰卡的分支至今已经有2300多年树龄，而印度菩提迦耶的摩诃菩提树则是斯里兰卡分株在原树遗址回植的后代。由于血脉纯正，摩诃菩提树仍然被视为与原树一脉相承的圣树，无数佛教信众将摩诃菩提树视为朝拜的圣地，他们相信瞻仰这棵树就等同于礼敬佛祖本人，甚至连大树掉落的每片叶子也是信众争相珍藏的圣物。为了保护摩诃菩提树，管理者在它的树干外围建设了防护围栏，以避免游客触摸对圣树造成影响。它的主干和粗壮的枝干则被支架支撑起来，以防止断裂或遭受风雨损伤。而寺庙内的僧侣们将这棵树作为修行的中心，他们不分昼夜在树下诵经祈福。传说每年的农历2月15日佛祖涅槃日前后，摩诃菩提树都会准时落叶，并在3天后重新生长。
信众们坚信这是佛祖圆寂与重生的象征，作为全世界佛教信众们心目中的无价之宝，摩诃菩提树不仅仅是一棵树，也是一段觉悟的延续和跨越生死的桥梁。第8种，武夷山大红袍母树。有一种茶叶竟然比黄金贵近100倍，在福建武夷山九龙科风景区的陡峭崖壁上，生长着6棵看似平凡却价值连城的小灌木，这便是著名的武夷山大红袍母树。这6棵茶树的树龄最高已超过了360年，它们是最早被命名为大红袍的原始茶树。大红袍母树是由奇丹、北斗雀舌等不同品系组成的6株母树群体，属于武夷岩茶品种群，是乌龙茶极品中的代表，也是中国茶文化最巅峰的象征。传说明代时，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在途经武夷山时突发疾病，生命垂危之际，当地人为他喝了来自崖壁上的茶汤，之后他不仅身体痊愈，并且高中状元。为了报恩，书生用皇帝御赐的红袍覆盖在岩壁上的茶树上，因此这些茶树便得名大红袍。此后，大红袍成为历代皇家贡品，并名扬天下。大红袍母树生长的环境非常特殊，它们扎根在高岩峭壁之上，那里日照短，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而且还有岩缝中渗出的甘泉滋润，因此它们所产的茶叶拥有极为醇厚且令人回味无穷的独特品质。不过，这6株大红袍母树每年的干茶产量仅有500克左右，因此市场中来自母树的茶叶极为稀有。资料显示，在1998年的一次拍卖会上，20克来自大红袍母树的茶叶就拍出过15.68万元人民币的天价，而当时的黄金每克仅为84元至91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几乎相当于当时黄金的将近100倍。而且从2006年开始，当地已停止采摘大红袍母树茶叶，市面上的大红袍大多来自母树无性繁殖的后代，真正的母树大红袍已成为只存在于传说和记忆中的绝版，它的价值已无法用金钱衡量。如今，大红袍母树已被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有专业管护团队对它们进行24小时监控管理。有人甚至曾为大红袍母树投保过1亿元人民币的产品责任保险。第7种，普陀额尔利。有一种树全球仅有1棵，它就是被称为地球独子的普陀额尔利。这种树是中国的特有树种，它属于桦木科额尔利属的落叶乔木。目前唯一的一棵野生植株生长在浙江舟山市的普陀山会祭祀西侧，树龄超过200年，高度约14米，冠幅约16.5米。它的树皮灰白，如同废旧的纸片，叶片边缘带着刺毛状的锯齿。虽然整棵树看起来并不是非常高大，但是这种树却因为极端的稀有而显得无比珍贵。普陀额尔利属于雌雄同株，但是它的雌花和雄花的成熟时间并不完全同步，因此自然授粉的成功率非常低。而且普陀额尔利的分布区域极为狭窄，并且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非常苛刻。这种树于1930年代被首次发现时，它的数量就非常稀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战乱垦荒以及当时人们的保护意识不足，因此原本就非常脆弱的种群便出现了进一步的萎缩。到了20世纪50年代，躲在寺庙旁的这棵普陀额尔利就成了这个物种能够延续的唯一活种。科学家们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物种拯救行动，通过扦插播种等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技术，如今研究人员在植物园和科研机构中已经培育出大量母树的后代。在2011年时，普陀额尔利的种子还曾跟随天宫1号飞向太空进行过育种实验，作为物种的源头。如今，这棵普陀额尔利母树受到专业团队24小时看护，而且普陀额尔利还被誉为普陀山3宝之一，它的形象还曾出现在古树名木的特种邮票上。第6种，亚洲楠木王。一棵树枝就能换来一套房子。在贵州德江县南干乡的深山里，藏着一棵极为珍贵的金丝楠木。据测算，这棵树已经有超过2000年树龄，它高约43.5米，主干树围超12米，而且这棵树的根系极为发达，虚凸百节的巨大树根沿着斜坡延展出数十米。金丝楠木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帝王之木，
明清时期金丝楠木曾是专供皇室的贡木，它的木质坚硬，耐腐防虫，被认为能够千年不坏，并且还带有淡淡的清香。更神奇的是，这种木材切开后能在光线下浮现出闪闪金丝，看起来犹如流动的黄金，因此深受达官显贵们的喜爱。如今野生金丝楠木已经几乎绝迹，这棵被称为亚洲楠木王的巨树作为野生楠木中的极品，堪称无价之宝。据估算，这棵树的价值可能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2019年时，这棵巨树遭受雷击，有一条掉落的树枝曾被卖出了40万元天价。除了昂贵的木材，在当地土家人的心目中，这棵巨树也是他们的镇村之宝。据说，过去当地发生大旱时，这棵树的根部还曾涌出过泉水。每年农历3月3日，当地的土家族人还会在树下举行罗戏祭祀仪式。青年男女们则会将写有姻缘的红色布条系在大树的枝干上。这种祭祀习俗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如今，这棵树已被列为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古树，有专属的树长负责大树的日常养护。当地林业部门和专家团队则对它进行长期监测。大树附近被禁止燃放明火，定期还有无人机巡查大树的生长情况。第5种，沃维斯橄榄树。在希腊克里特岛西北部的沃维斯村，有一棵非常珍贵的千年橄榄树。这棵树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仍在结果的橄榄树之一。据专家估算，沃维斯橄榄树已有超过3000年树龄，它高约7米，树干周长约为12.5米。它的整个树干极度扭曲，看起来就像是时光雕刻出来的石像。粗糙的树皮中布满空洞和沟壑，如同早已风化多年的石头，而且它的树心部分也已经空洞。虽然整棵树看起来给人感觉千疮百孔，但是沃维斯橄榄树至今却依然能够年年开花结果，并且还能产出高质量的橄榄油。资料显示，在一次拍卖中，沃维斯橄榄树所产的500毫升橄榄油以510欧元成交，也就是说，仅相当于1瓶饮料的橄榄油就卖出了约4250元人民币。2004年，希腊举办雅典奥运会时，沃维斯橄榄树的枝条还被用来制作奥运会的冠军花环。如今，这棵树已被列为希腊的国家级自然遗产，受到严格保护。而且，沃维斯橄榄树还拥有自己的专属博物馆，来记录它的成长故事和年代检测过程等。每年有数万人来参观这棵古老的橄榄树。第4种，阿里山神木。阿里山神木是一棵著名的红桂古树，它以巨大的体积和悠久的历史被誉为亚洲树王，是仅次于美国谢尔曼将军树的世界级巨树。它的树龄约3000年，树高52米，树围23米，需要10几个人才能合抱起来。这棵树由日本人小笠原富次郎于1906年发现，之后为大众所知。随着森林铁路的开通，阿里山神木成为了台湾岛上的地标性巨树。然而，从1953年开始，这棵巨树曾多次遭受雷击，最终于1998年被原地放倒。随后，一棵位于慈云寺及香林国小旁的红桂巨树被网友票选为第2代神木。这棵树的高度45米，胸围12.3米，树龄约2300年。由于它落地发芽的时间大约是东汉光武帝年间，因此这棵树也被叫做光武桂或香林神木。无论是第1代的阿里山神木还是2代香林神木，它们都属于红桂树。红桂树是台湾岛上的特有树种，曾广泛分布于中央山脉中的高海拔地区。这种树属于百科扁柏属，拥有极强的耐腐蚀以及抗虫害能力，即使经历千年风雨，树干中空仍能保持屹立不倒。根据日据时期日本人的统计数据，当时阿里山的红桂原始林有30万棵之多。由于红桂树的木材质地极为优良，因此这种树曾遭到过大量砍伐。如今原始的红桂林地已经非常稀少。除了香林神木，在以红桂古树群落为主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还有大约41棵红桂巨树，包括知名的光武神木、千岁桂神木与12号神木等。这些存活下来的野生红桂巨木，每一棵都是无价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每年有将近50万人沿着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的巨木群栈道来欣赏这些红桂巨木的风采。第3种，黄山迎客松。黄山迎客松是一株国宝级名树，它以独特的姿态和坚韧的生命力而闻名于世。
安徽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和冬雪而闻名于世，其中迎客松更是黄山的瑰宝，被誉为天下第一松。在中国72棵古树名木中，黄山迎客松位列榜单之首。迎客松位于黄山玉屏楼右侧文殊洞之上，它以青狮石而生，身姿挺拔，犹如一位热情好客的主人伸出巨臂，欢迎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迎客松高10米有余，胸径达 0.64 米，地径75厘米，枝下高 2.5 米，树龄已有1000年。它的枝干遒劲有力，针叶苍翠欲滴，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它都保持着勃勃生机。迎客松作为黄山的标志和象征，每年吸引数以百万的游客前来黄山参观打卡。黄山景区每年的门票收入约6亿人民币，有人认为迎客松的贡献就可达3亿人民币，因此说它是一棵名副其实的摇钱树，也毫不夸张。从1981年开始，黄山景区就在迎客松不远处建了一个6平方的小屋，全年都有人24小时不间断地守护这棵松树，而且还有植物保护专家定期来评估它的健康状况。迎客松不仅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它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迎客松的形象经常被用于各种文化产品和艺术创作中，包括邮票、画作以及纪念品等。第二种，谢尔曼将军树。谢尔曼将军树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棵巨杉，也称为世界野。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山国家公园内。这棵树的树龄超过3500年。这棵树于1879年被一支探险队发现，为了纪念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将军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因此被命名为谢尔曼将军树。这棵树以其巨大的体型闻名于世，它的高度达到了惊人的 83.8 米，大约相当于28层楼房的高度。树干底部最大直径约 11.1 米，需要大约20个人才可以合抱。在巨树高约30米处，它的树干直径仍然有6米左右，甚至在树干高约40米处生出的一个树枝都有2米粗。据测算，这棵树的重量高达2800吨，相当于450多头非洲象的重量。它的树干体积则能达到1487立方米。如果把它锯成木材，这一棵树的木材就能够建造上百栋普通民居。由于高度惊人，整棵树如同巨塔直插云霄，站在树下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被它那雄伟的气势所震撼。谢尔曼将军树是美国自然的象征，是一棵无价的国宝级巨树。它被誉为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体，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保护。谢尔曼将军树是巨杉的代表。巨杉是一种常绿巨乔木，原产于美国，属于百科红杉属。这种树的树皮很厚，有很强的抗病虫害能力。巨杉的抗腐蚀、抗火能力非常强，因此常用作铁路上的枕木和电线杆等物品。而且它的树形俊美，也可以作为园林景观树。第一种，黄金树。整棵树都是黄金，这种只有动画片或神话故事里才会出现的树却真的存在。在澳门就有一棵价值2亿元的黄金树。这棵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摇钱树概念，象征财富与繁荣，因此它也被叫做吉祥树或者发财树。整棵黄金树高达11米，由60根主要枝条和超过2000个分支以及 9.8 万片树叶组成。这些树干枝条以及叶子全部被厚厚的金箔所覆盖，在灯光的照射下，整棵黄金树显得熠熠生辉。更令人惊叹的是，整棵黄金树并不是静止的装饰，它与大厅穹顶上的12生肖相互呼应。当穹顶缓缓开启时，黄金树从地面升起，仿佛天地交汇，财气涌动。每天，无数游客蜂拥而至，一睹这棵树的金色辉煌。有人认为，若在金树升起的那一刻许下心愿，便能带来好运与财富。据报道，这棵树的造价高达2亿澳门元，约合2500万美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树形艺术装置。虽然它并不是植物，但却象征着一种更为极致的繁荣。如果这棵黄金树能够结果，那么你觉得它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您还知道哪些珍贵的树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点赞、转发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